Hello，大家好，我是菲洛先生，也就是明俊。那很快的，今天又来到菲洛先生的 Podcast 第15集。那么在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菲洛先生的社群。那么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fellowsglobal.com，也就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本专是品牌创业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那么来到这些地方，就可以听到 Fellows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每周 Podcast，看到每周的梗图文，看到每周的补给包文章，也可以找到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的联络方式，来向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顾问咨询。那么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的最后一位员工，已经在2021年10月7号带薪休假，2021年10月25号的时候正式的离职，所以只剩下，所以只有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负责人一个人在经营所有的社群，没有秘书，没有研发人员，没有美工人员，没有行销人员，没有业务，所以如果有切身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请教的话，一定要确认是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本人才行，得到最优质的顾问咨询的服务。那么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开放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6点可以预约或咨询。那么会用会尽最大的努力从旁协助咨询者用创新的方式找到适合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所以请尽管的向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提问。那么今天的 Podcast， 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想要讨论一下，要怎么样可以提升思维，还有改善教育体制。那么菲鲁先生其实在台湾有经历过高中联考，然后考到高中，读到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因为家人工作的关系，举家搬到马来西亚读英国制的国际学校的高中，还有当地国外转学制的大学，然后之后申请到美国去读大学和硕士。那么有人会觉得很羡慕菲尔先生的应该英文会很好，但其实菲尔先生因为个性比较内向，然后在当时太在意别人的观感，对自己的表达非常的在意，所以其实也蛮少开口说话的，所以而且也不喜欢看英文的书，所以其实英文程度也只是中上水准而已。但英文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学成的时候可以不用翻译就可以跟国际人士沟通，也可以得到也可以找到较多的文献和资源来跟上国际的趋势。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小学和幼稚园都一窝蜂的在办双语学校，强调从小就要学会第二语言。那其实依照菲鲁先生，也就是明俊的判断，其实教学的重点不应该在语言方面，而是在思维模式上面。因为现在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台湾教育制度下比较缺乏的。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就是不断的考试，但是到了大学反而是由你玩4年，也就是 University。那其实如果单纯注重考试结果的话，会造就了很多可以博学强记的学霸，但是对独立思考却没有特别的帮助。那其实不管台湾和国外都有很好
也有很普通的老师，但其实两边就是国外和台湾差别最大的，其实是考试看重的一个是思考的过程，另外一个是结果，就是差别最大的是考试看重的是思考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在国外，其实他们习惯出申论题来考试，就算答案写错了，只要思考路径是有逻辑的，还是可以拿高分。像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在大学的时候，连这些有标准答案的数学考试，其实都是依照这样的模式在进行的。如果没有把计算的过程写出来，就算答案写对了，但还是不会给分，因为其实解决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读通了所有教授的知识之后，才可以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写出来。所以其实考试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思考路径。如果有了好的思维的话，其实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拥有自己思考的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解决遇到的一些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菲罗先生，也就是明俊，针对教育体制还有学校少子化的冲击有个建议，就是菲罗先生，也就是明俊，觉得小学反而是应该用博学强记的方法来把所有应该会的基础打好，就像是注音、国字还有99乘法表一样，也就是其实可以用齐头式的方式并进，然后也应该让小学生可以接触许多课外的活动，甚至可以在课堂上就办一个课外的活动的课。那其实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可以多接触不同的生活，然后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时光。然后菲尔先生觉得可以跟校外的才艺班合作。那么国中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应该要强化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课堂上要多用互动和启发的方式。那么考试的时候，请多用申论题来看整个学生答题的过程，也多多安排一些社团的活动，帮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培养人际互动的，还有领导的能力。那至于高中，其实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很多学校都招不到足够的人，所以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建议可以让各个学校个性化。譬如说，有些学校可以专门的在办地方创生，有些是办电竞，有些办艺术，有些是学术，有些是工程，还有运动等等的专门学校。像大学的先修班一般，让各行各业的一些基础理论可以先了解，然后打好基底。那么菲尔先生，也就是明俊，反而建议大学可以技职化，也就是依照各行各业的最新发展来开课，然后可以配上一些通识的课程，来培养对其他方面还有嗜好的一些鉴赏能力。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打好了就业前的准备，也就是毕业及就业，而不是失业了。那么硕博士的话，其实就是给那些想要在学术领域上更上层楼，做各种尖端科技以及理论的研究，来带动整个产业大环境的发展的人来读的。所以千万不要再把学历高低当成是人们才能的高下了，因为如果
是教育体制是很完备的话，人们就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们在出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人们的应该说在出社会的时候，人们的定位和特质才是这个社会上真正应该有的用人标准。那今天的 podcast 比较简短一点，但就先在此告一段落。然后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想要再次提醒大家，Fellows 的官网是 fellowsglobal.com，fellowsglobal.com，然后粉专官网是 Fellows 创新幸福工作学内容社群，粉专是 Fellows 品牌创业者的商业解析站。那么来到这边可以听到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每周 Podcast， 每周梗图图文，看到每周的梗图图文，看到每周的补给包文章，还可以找到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的联络方式，来向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顾问咨询。那么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一定会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现在是负责人，一个人在经营所有的社群，所以有切身相关的问题，一定要确认联络到的是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本人，才可以得到最优质的顾问咨询服务。然后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一定会从旁尽最大的努力，从旁协助咨询者来找到适合自己，来用创新的方式来找到适合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尽管的向 Fellow 先生，也就是明俊提问。那么今天的Podcast 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